由于工作的原因，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那么今天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收一件重器。这件重器我足足等了它3年，因为3年之前我出的价格没有谈拢，本以为这件宝贝就永远的错失了啊，不料今天主家给我打电话，同意了我出的那个价格。那么一会儿我就带大家一起去一睹真容。我不论你，俺不想让别人知道卖多钱。我看见那个东西。看那个东西，没给别人看。哎呀，你说3年了，你那时候买给我多好啊！我这跑这边小80公里，我家上2000拿走的。你可别摸了，不是你别不什么了，妹妹，咱在电话里都说好了。你觉得那个价行的，我现在立马转账，咱拿走。行啊，是吧？咱说好就说好了。这几年你放心，放了那好几年一点都没动，今年厂里没活，你什么上人家是。确实手底下没钱了，哎，那个竹竿还在吗？我记得有个竹，哦，在这啊，手底下了，你看看。说好了哈。啊，行啊，那个买给你吧。确实是中间不配。好嘞，妹妹，我不跟你说嘛，我什么，我手机我转给你啊。给大家讲一讲，整整3年，我都对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指望。然后这个今天呢，这边这个妹妹给我打电话。有很多朋友说我讲的太少，那么今天不过天都黑了，大家凑合着看，因为我往这边走啊，实在是太远。我给大家讲一下吧，原地段，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激动？你知道我激动在哪里吗？这个东西，故宫博物院有同款，还没有这个盖儿。马未都马爷的观复博物馆有一个款式的啊，咱就不说这个东西啊级别有多高了。是一般人家的东西啊，能流传下来啊，已经很激动了。大家想必也能看出来，我把这个帽一拿，大家能看上个什么鼎。所以说呢，哎，这个就叫鼎式炉啊。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鼎啊，传承于哪里呢？相传呢，禹铸九鼎，谁得到了九鼎呢？啊，有句话叫问鼎中原，鼎立千秋，也就是说受命于天。所以鼎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是我们历史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上的一环。咱经常说三足鼎立，一言九鼎啊，然后千秋万代啊，鼎立千秋，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开业的时候呢，也会买一个鼎，公司啊，或者是干一个买卖啊，都会放一个鼎，加以祝贺。那么这个是个什么形制呢？说了这么半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就类似于一个鼎，这是演变而来的，从早期的鼎演变成一个炉，而且呢有盖儿，就变成了一个熏香炉。那么它的全名是什么呢？掐丝珐琅朝冠耳的一个鼎式熏香炉，而且呢是龙钮的，看见吗？上边是一个龙头。那么掐丝珐琅传承于什么？据说元末就有掐丝珐琅了，真正发扬光大的时候呢，到什么呢？明代景泰年间，就是明早期景泰年间，景泰皇帝。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景泰蓝。它的整个工艺是什么呢？把这个铜锤叶敲打或者铸造出来以后呢，在上边一点一点的掐丝，掐完丝以后呢，在上边施珐琅，再烧制。所以说工艺非常繁缛。你看看它到底有多美啊！盘口啊，书颈、鼓腹、兽足啊，3个狮腿的足。那么这个呢是朝冠耳，两边呢有2个铜钱相连接，整体工艺繁缛复杂，包括这上边鸿福齐天的云纹啊。视线不好，大家呢凑合看，上边有2条龙，2龙戏珠啊。那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晚平民国时候的级别也是非常鼎式的熏香炉。我们为什么喜欢寿堂炉？第一呢，它代表了就是说千秋鼎立，是吧？鼎立千秋之，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寓意香火延绵不断。而且呢，3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我来过，但是当时给那个家呢，他给卖，我实在也受不起。那今天呢，种种原因吧，那么大家帮我来因为这种失去可能就再也还是去。最早我们看啊，清宫里乾隆时候，都说这个东西。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
这个一会看的推荐。书这个东西有时候啊，真不懂地方。3年之痒，整整3年。我对这个东西其实当时就已经没抱什么希望了，我都感觉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哎呀，有的时候还惦记啊，没想到1年是短，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戏了。刚才看见了一个罐，那老板心气儿很高，那罐子特别好，五彩的，寓意也是一流的，也就让好几个人过去了啊。过去看看。有的时候老板卖东西就是个心气儿，问的人多了都不要了以后呢，也就基本上，比较合适的价格就能卖。要钱。大呀，这罐子是不小。你看这平时我们的常见的这种12的这种罐子，你放一块那不是一个档次，那这平时的我们这小罐子差了不一点。树叶管啊，标准的光绪康熙康熙的那种树叶管。我跟你说，给你的价格都不低了，你老看着这个价卖不了。虽然你这东西好，你现在这便宜买不来货，现在你说现在价格多高了。实实在在，这都熟人，我不跟你多要。你这6000块钱，差不多。不行，你老那个啥，这个一口吃个胖子哪行？是吧？主要是我来的高啊，对吧？现在买货都不好买，那都知道，对吧？你现在打差不差了，你得加，还得加，不行？你说多少钱？8000，行吧？我给你加一口，这6500。不行，6500差不多。你这样吧，啊，我也不跟你说别的了，7000，是吧？7000太高了，够意思吧？你这拿不着，这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你画的细，这又不是那种都出了好几回样了，这是吧？我这觉得这是行，现在便宜买不来货，他知道多难买货，主要他这体量好，大呀，没毛病，有点问题。冻石啊，花鸟纹的，就是说寓意锦上添花。五彩，而且是啊，上边是鸽釉开片，非常漂亮。捡漏了你，还得捡啥？捡漏了你。仗着卖的不好，要卖的好，这价格不给你。真是，这今天这生意不好，要好赚的话绝对不行。就我就应该啊，落了太阳的时候再割的，我又怕被别人买走。落了太阳，你在这一冻，你这抓紧开张就穿了。对呀，你知道多少人来看来上主播？你知道多少人来看来上主播？这你别笑。这是你的，是吧？这都算好了，不是你的吗？这就是缘分。大这个东西不好，那种一对儿了，分哪一个了？不好找，这一只能买来就不错了，还成对儿，那个别小。好，过来。给你抱好哈。好嘞，这东西大不好拿。好嘞，再见啊，老板。好，谢谢。非常的清香，雅不雅？今天也附庸风雅一会儿哈。那么咱们书归正传啊，为什么说啊爱喝茶的人家或者会喝茶的人家出大官？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啊，这个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在南宋的时期啊，有一位老者啊，这个老者叫什么呢？叫沈安，就写了一本书，里边就详细的记载。那么这本古籍善本呢就在我手里啊，然后呢也是应邀咱们西瓜视频出一期古籍守护人的一期节目啊，我也今天就作为古籍守护者给大家讲一下。那这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木板刻印的一本古籍就完全是按照古版来的，也是非常难得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云里雾里就跟大家开玩笑了，就说南宋这个沈安老人爱茶具如命。
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就说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喝茶要12件茶具，每一件茶具啊，这个沈安老人啊都赋予了它拟人化，赋予了它官职。那么咱就看一下具体这12件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放到现在啊，大家非常的陌生。第一件是韦红炉韦红炉，你看嘛，红炉其实谐音啊，烘炉烘焙用的，把它放到这一个苇字边的一个器具里面进行烘烤，这样的话茶叶就会干爽，所以叫韦红炉，姓韦，官职是红炉这个红炉是个什么官呢？是管什么呢？管外交的一个官，它正好属于外围嘛，喝茶的外围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木袋制你看嘛，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舀水的？其实不是这是相当于我们涮臼子，你知道吗？其实它都是木质的，把这个茶烘干了以后放到里面，敲打一下，把它弄碎木袋制。那袋制是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我们的智囊团或者顾问皇帝身边的人咱看第三个，金法槽古代的法是这么写的，金肯定是金属的这是一件金属的，然后把刚才烘干碾碎的茶叶末再放到这里面进行碾碎法槽日本有好多还延续我们的旧制其实它就属于司法部门的，就像我们法制部门的人金法槽实力碾压这些不道德的分子然后咱来看下一个石转运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刚才这个法槽碾压完了还不行，再放到一个小石磨里，继续把它粉末，把这个茶叶再粉碎转运是什么相当于我们的交通部门的这种官职再下一个胡员外员外嘛，我们一听是不是肯定是脑满肠肥，大肚圆圆土豪，肚子里没啥墨水看这就是员外，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瓢舀东西用的员外大家应该知道那么下一个罗枢密一听罗是不是那就是罗我们筛东西的东西，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末再舀到这里边进行筛选，继续把这个茶叶细化。那个枢密是什么？古代有枢密院枢密院里的这种高职人员他们的权力不次于宰相，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下一个宗从事这个更好理解，一看这不扫床的刷子嘛，那时候是你看前面那一套弄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扫一扫宗字做的，谐音宗，从事从事是个什么官大家知道和珅身边那个刘全吧大体是这么一类人物再一个七雕秘阁，一听这秘阁那这就是皇家藏书的地方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什么，这都是大人物其实它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展托别烫着手七雕秘阁它是漆制的那我这里有一件漆雕的东西这样更形象，看见了吗？雕漆，其实我这是个瓶，它这是个盏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下一个陶宝文你听宝文那也是这个属于皇家的宝文阁呀什么什么什么都属于这个文人的一种职称。其实它就是陶器汤提点，刚才我喝茶了，我提的那个就是汤提点，其实它是一把壶古代叫柱子但是呢它不是直接把茶叶放到里边，它只是把滚烫的水放到里面直接冲茶的叫汤提点，提点大家理会一下，大宋提刑官知道这个也属于就是法制部门法务人员汤提点给你很高的温度压你那么再下一个竹覆尸竹覆尸竹子做成的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一个东西，干什么的呢它是咱们泡上抹茶以后它放到宋代兴磨茶嘛，就是喝的茶叶末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高碎茶覆尸，一听这覆尸是不是赴汤蹈火就这么个意思丝织坊一看什么是个丝巾，那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巾那它的职位是什么呢？织坊就是古代是绘制地图看我们国家版图的不能我国领土不容任何外邦的侵犯丝织坊。那么这就介绍完了我们12件12个大官12个人物这就是我们南宋时期沈安老人写的茶具图赞。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通过我的讲解可见我们古人那时候对于茶道对于茶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非常的雅致。在探究古人古籍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能理解我们古人的文化。那么自18大以来我们习大大就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强则国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一个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国家我们中国为什么从未被战胜？
这就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原因。我收藏小杆，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了这种高古玉？老先生，我早知道你要是来找我鉴定的，我绝对不让您跑这么远，您直接上平台去找我，发几张图片就搞定了。但是有一点，老哥，您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给你看东西，无论真老，这是我说的，无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还有好多老先生，我想这您想想，您从加拿大回国，回到北京，再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在看你电视上，你这有一说一。你怎么看这个玉璧？这个玉璧的，自己的年龄是吗？您觉得是什么时候的？您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这不是树，这是玉自带的。它是自己发出自己带的对，他们在模仿的时候会找一块带杂色的玉，自带的杂色，它不是也是一种沁色啊？它叫原生沁，就玉的那个原生沁，你掏进来看一看，这种叫原生沁，它不是说后期慢慢我们在入土或者是有水渍什么水银沁土沁等等各种沁吧，它这种呢叫原生沁，玉本身就自带的沁。所以说呢，它不是说你说这个沁看着很自然，它当然自然了，它本身就带了，千百万年来，它在那个就是它没被开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沁色了，它会选这么一块料子，然后再去进行比较。第一，您说这个光切已经很柔和了，确实是可能有人都谈过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我看不好的地方，第一是这个边呀，说的有点肉。圆滚滚的有点肉，古人做的玉璧一定是很细腻的。这种细腻是因为它那个是工具原因造成的，它会很干脆。古人的脑子里它不是跟我们现在照着那块玉一点一点的去弄。古人是胸有丘壑的，这个心中知道怎么去做。第一呢不够犀利，第二呢咱看这个内部，这内部这个孔这个孔道，这个痕迹也都有。快速工具，它不会很老，因为老的这个里边的话，它会呈现的那种管状的痕迹。再一个呢，这个边缘呢也有点这个肉，他说的肉就是不够犀利。咱们老想着现在电动工具会不会很犀利？恰恰相反，电动工具雕出来的等于很黏软。再一个呢，咱看上面这字这字全都是机器雕出来的，都是现在就是说沙坨一体的东西磨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个小电钻吗？小电钻上边会带着那种就是合金的小颗粒，那叫沙坨一体磨出来的。古人的话呢是，有句话叫什么呢？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切一边搓，一边琢一边磨。一块好的玉璧在古代可能都能达到2-3年之久，现在制作一块玉璧，用心的制作也用不了个10年8年就做完了。简单的像这种可能一上午就给你做出来了，它并不像古玉那种真正的光气，它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要微观的去看，就是说这是字体内部都是崩塌不断，这个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古代说一点一点的加上解玉砂，拿那个这个咱说的这个脱锯磨，而是这个直接到底的话，玉呢比较硬，两边就出现崩塌，而且呢阴刻线内部呢没有砂质感，全部都是说直接一下到底了他刻这么多字，这个人也挺费劲的也用了点心思，但是呢工艺完全不一样。我这样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你买的应该不是特别贵，带着文字的，200万您都买不到。您难道没发现吗？这种都是仿的吗？这么远来了，别到时候呢，就是说
吃一肚子气回去了，我心里于心不忍。怎么去？怎么回去啊？这很大一个，这关键是您这么远来的，这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怕您花2万，甚至您知道有的好友为了一块玉，能花好几万，10好几万，那是能接受得了。俺小我好像可见过你似的，也有可能啊，有可能。哎，在这儿不是有时候经常转悠。哦，哎，你抽烟不？写我不会，不会啊？我不会。好，行啊，行，有水喝。好，我看看你那个宝贝。哦，你看这，你今天你俺稍微吃你来说。哦，那还配少吗？看这么点敬意啊，你喝。好，大懒的来了。好。这是引进。不用配招，你光看看相中来相不中弄。这2个您都卖是吧？哎，都卖。你看大家，我再看一眼，哎，确认一下。对。你有酒吗？是吧？有酒。白酒啊，给我一点点。白酒拿成的。哦，你还叫他喝酒吗？但是酒不知道度数够不够，度数少的有时候不行，36度稍微长点，我试一下。有个白纸儿吗？卫生纸啊，卫生纸就行。哎，这就行。呼呼的挺，这要是酒精度数再高点，呼呼的冒出来。就是神奇啊！它这个就是度数低了以后，你说，你别的木头差不多这种颜色。啊，对，是。别喝水，水。这就是咱的一大特性，特别这种老料，特别名贵，这个出到大南方皇宫这边有。是，他们就在基本上也可以说外国流传以来的这个是产物。这是特别的大好。这是民间的银锭，官方的银锭的话，就是做的知识稍微好点，但是跟就是咱们电视剧看的中间还有个突出那种截然不一样。很多人这个可能扔地方都不知道是个啥，还以为是个铝块的，这就是那时候民间流通的所谓的一个。早个也是有做官的。哦，那就对了。没做官的家里不趁的，肯定就不趁的。这少一点呢。我要是不一万不说的啊。是。你要再还价，我的这个价也不想买了。是。就你那可是以后你都赚钱就赚大了。你家里有这个东西啊，叔啊，我感觉其实你拿出这2样来，就把我给震着了。还有和我们的对。哪个可不能叫你配招的？哦，不能也是不能配招。那你再配着。我刚拍箱子不行吗？我箱子哪边？我刚拍箱子。我不是箱子那边配。不配上。以后多点什么？思想脑子想好了。你这颜色确实是，那绝对是这个，你说的没错，我承认，
那绝对是国宝级的东西。你看多重啊？哎，你看，咱家我没提上去。哎，这有。你数不出我我不行，我也忘了。我刚才我就一看，我就说，大娘当家。我忘了。你不抽烟，大娘抽烟；你没钥匙，大娘有钥匙。啊，对，对。我说的，找了妇女干嘛的？不都是拿药吃当家的吗？是。你在哪样说不是光说这老实吗？是。啊，是吧？哈。说这男人搂钱汤，啊，都是。女人手钱舌。啊，都是。哎，老一辈都这么讲。哎。那个我刚拍盒子不用，不配。那个你要是买的话，一定跟我说啊。啊，买一定跟我说。买一定很。你到时候你就刚开价就行了。是啊，你一定跟我说。那我啥不说了，我这我给你捡钱，我都带着现金出来收钱。啊，对。我没啥什么好烟。哎呦，你这孩子，我这，哎呀，可好了。什么那个，宝贝，到时候买一定跟我说。一定跟我说。那个什么，你到时候想好了，一会儿我给你个电话，到时候想好了，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俺不会打电话，你看俺这那到时候你想卖的时候怎么整呢？你要这都说句老那我过段时间再来，行不行？你说给老刘。你说句老刘也行。说给老刘电话。行。知道这是老人家说的，就是无价之宝。咱只要有这么个缘分，我就不让别人看见。行啊。哎。有这么个缘分。有这么个缘分，俺都是咱又来活的，俺不叫他看俺花活嘛。是。好。都活那个都是说的，你说好了，叫老刘给你打电话哈。行。说什么？行。那这2样我就拿着了。这2样对。这2样我拿着。那俺走了。等会儿我给你买了点啥？祝你健康平安。好，留步吧，俺走了，俺撤了。整个紫檀老料的文昌帝君，就是保着那时候血液有成的，一般很有文化的人家里就会供这一种。所以今天非常激动，更激动的就是说，他拿着那个东西来啊，就是要命不让拍，咱也就是说尊重人家意见啊。那这是我迄今为止见的，可能说咱说啊，保管理的都没那个好，一辈辈出来现在。确实挺振奋人心的啊！说咱整天走街串巷这种东西极少见到，所以说特别的激动啊！你像这一块，你看看这金星啊，能看到吗？你看这金星啊，这皮壳，清中期的，然后文昌帝君，这么大的一块紫檀的老料，太难得了。咱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都是为皇家所用，咱们老百姓手里很难遇到能保存这么细，也是非常难能可贵。有些时候啊，下乡就是难免给我们带来惊喜，包括这个小银锭这一类的都是民间那种私铸的，但是也很少见啊。你看我整天走街串巷，这里的也很少，一般的大户人家有身份的才有银锭的，要不然的话你就个铜板儿，怎么会有银两呢？那时候这种啊，都是说多少拿秤腰啊，有个小的那种那个凳子秤啊，拿剪子去剪。只有很有钱的人家啊，一买置办很多东西，就这啪就一批端到那里。所以说今天非常的激动啊！如果有缘分的话，咱能收着那个宝贝的话，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类的可能在拍卖上价格都极高，但是我相信可能到我这里，我是土地大爷，可能是最高的价格。估计他就是趁着这个价啊，别人一直都给不上。有些时候下来收东西就是个缘分，失去了再也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无论是价格还是这个东西，我都非常的满意。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